各位朋友，请立刻脱下鞋袜，看一眼你的小脚趾，是不是有一道裂缝，或者天生就是分成两半的？小时候听老一辈说，这叫六甲或者披甲，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遗传，或者是剪指甲没剪好造成的创伤，但在佛家深邃的因果观里，这是一道肉眼可见的灵魂契约。这道裂痕是你前世今生最深刻的业力印记，代表着你带着极重的贵人缘来到世间。今天我们就来泡壶茶，带你揭开这背后隐藏了600年的天机，破解这道脚趾上的前世密码。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你今生注定要经历哪3段躲不掉的缘分，以及如何将你前半生受过的苦彻底翻转为后半生巨大的贵人福报。不过你心里肯定有个疑问，既然说是前世密码，这道印记最一开始究竟是怎么刻在我们脚趾上的？要解开这个秘密，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600多年前的明朝。在民间流传着一个非常悲壮的历史记忆，叫做大槐树下的眼泪。相传当时连年战乱加上天灾，中原大地几乎十室九空。为了繁衍生息，朝廷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把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强行迁徙到全国各地去开荒。你想想，谁愿意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啊？那里有祖宗的坟，有熟悉的乡音。当时的老百姓哭天喊地，扶老携幼，死活都不肯走。官兵没有办法，为了防止这些人半路逃跑，就把他们用绳子一个个串起来，强行押解上路。不仅如此，带头的军官为了防止大家半路走散，便狠下心肠，用冰冷的冰刃在每一个即将离乡背井的人的小脚趾上硬生生地烙下了一道无法磨灭的记号。那一道深深的刻痕印下去，伴随着骨肉分离的悲痛，完整的指甲瞬间裂成了2半。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创痛，更是灵魂深处的撕裂。军官大声说，以后只要看见小脚指甲是2半的，就是我们大槐树底下出去的人。你们走到天涯海角，这个印记也跟着你们，你们的子子孙孙都要认祖归宗。这虽然是民间口耳相传的传说，但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流传几百年，甚至到今天听起来还会让人觉得一阵鼻酸？因为这道裂痕刻骨铭心啊，这是我们的祖辈在经历骨肉分离、颠沛流离的时候留下来的血脉记忆。这道裂痕里藏着的是对故乡的眷恋，是对亲情的牵挂，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斩不断的根。到了现代，科学家给这个特征取了一个很绕口的名字，叫做瓣状夹或者父子夹，解释说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听起来非常有科学根据，对吧？科学有科学的解释，但是佛家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全世界几十亿人，为什么偏偏是你继承了这道裂痕？你回想一下，你家里可能兄弟姊妹好几个，为什么哥哥的脚趾好好的，妹妹的指甲也是完整的，偏偏就长在你的脚上？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随机的概率吗？当然不是。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选择，这就是业力的显现。佛经里有一句话叫做相由心生，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特征其实都是你灵魂深处业力特质的投射。小脚指甲分瓣的人，你在性格上绝对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厚度。你现在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或者你看看身边有这个特征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脾气？你们往往心思特别细腻，甚至细腻到了容易内耗的程度。你们极其重情重义，别人要是对你有一分好，你恨不得掏心掏肺，还人家10分。表面上看起来，你这个人可能很随和，笑眯眯的，很好说话，但其实你骨子里非常要强，是典型的外刚内柔。遇到委屈了，你很少跟别人抱怨，你总是习惯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吞。在家庭里，你永远是那个默默收拾残局的人；在朋友间，你总是那个替别人着想，生怕冷场的人。你常常照顾了所有人的情绪，却唯独忘了心疼你自己。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活得比别人累很多？为什么会这样累？因为这道裂痕就是你前世发下的愿，你这辈子是来报恩的，是来还债的，也是来修行的。你受过的那些委屈，你吃过的那些暗亏，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在佛家的因果链条里，生活给你的每一次打击，其实都是业力清算的过程。这是一个清理灵魂污垢的炼炉，勿以妄心造无量业。而这些脚趾带有印记的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即使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你们依然选择了善良。你这份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亏待别人的厚道，其实正在无形中为你积攒着极其强大的福报。这份善良就是你这辈子最强大的贵人磁场。你总以为自己是孤军奋战，总以为老天爷对你不公平，其实老天爷早就把能渡你、能帮你的人安插在了你人生的剧本里。只要你脚上带着这个灵魂的契约，你就注定躲不掉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3段缘分。而这第1段缘，往往就是你这辈子流过最多眼泪的地方。各位老朋友，我们刚才说了，小脚趾分瓣代表你这辈子带着极重的因果契约，注定要遇见3段躲不掉的缘分。这第1段缘不是别的，正是你每天睁开眼睛都会看到的血脉之源。佛经里有一句非常通透但也非常残酷的话，叫做无缘不聚，无债不来。你以为一家人能进同一个家门，全都是因为相亲相爱吗？在因果的法则里，血脉至亲往往只有2种关系，不是来报恩的，就是来讨债的。而对于你们这些小脚趾有印记、天生重情重义的人来说，这第1段缘分往往是以讨债的形式出现的。他们会成为你前半生最大的软肋，也是最让你操碎了心、流干了眼泪的欢喜冤家。你想想看，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对外面的人总是客客气气，但却把最差的脾气、最难听的话都留给了最亲的人？为什么亲情有时候最伤人？这就牵扯到佛法中人最难根除的一种业障。佛家常说人有贪、嗔、
痴、慢、疑这五毒。这五毒里面藏得最深、最难拔除的就是这个慢字，也就是傲慢心。你可能会说，我这辈子为了这个家做牛做马，我哪里傲慢了？说句戳心窝子的实话，在亲情里最大的傲慢不是你看不起谁，而是我以为我都是为你好，所以你必须听我的。这种打着爱的旗号的控制欲，就是亲情里最致命的毒药，也是一切业障加深的开始。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听听看，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有一位林大姐，她的小脚趾就是标准的半壮甲。林大姐这辈子真的是把重情重义发挥到了极致。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打2份工，摆面摊、洗碗，硬生生把儿子拉拔长大。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好的全留给了儿子。儿子长大后到了大城市工作，林大姐的重心全在儿子身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着手机发信息给儿子：吃饱没？天气冷要穿衣服。那个女朋友我看面相不好，你不要跟她在一起。妈妈这辈子都是为了你，你千万不能让妈妈失望啊。一开始儿子还会回2句，后来信息越积越多，每一条都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下来。儿子看着手机屏幕，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回了怕妈妈又开始无休止的碎碎念与干涉，不回心里又觉得愧疚，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最后儿子选择了逃避，10天半个月不打一通电话，逢年过节也借口加班不回家。有一天，林大姐因为儿子没回信息，气得大病了一场。儿子赶到医院，母子俩在病房里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林大姐哭着捶胸口：我造了什么孽啊？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命都给了你，你就是这样对我的，你这个讨债鬼啊！儿子红着眼眶，咬着牙吼出来：我有求你把命给我吗？你能不能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你这不是爱我，你是在逼死我。那一刻，林大姐觉得天都塌了，她觉得自己的命好苦，觉得儿子真的是前世来讨债的冤亲债主。后来林大姐在朋友的引荐下去了一趟寺庙，她跪在佛前一直哭，问老师父：师父，我到底欠了他什么？我该怎么还？老师父看着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女施主，你欠他的不是钱，也不是命，你欠的是一份放手的智慧。师父接着说：你总觉得没有我你怎么办？你总是要求他按照你的剧本活，孩子觉得窒息，是因为你的爱太沉重了，重到变成了枷锁。他是老天爷派来度你的逆增上缘，是你的逆行菩萨啊！什么叫逆行菩萨？就是那些在生命里折磨你、气你，甚至伤害你的人，他们用最激烈的方式逼着你去看清自己内心的执着。林大姐听完，宛如五雷轰顶，她突然明白，原来那个死死抓住不放的一直都是她自己。从那天起，林大姐变了，她不再每天盯着手机等信息，她开始报名社区大学的插花班，跟老姐妹去爬山、
去寺庙做义工。有一天，儿子看着安静了好几天的手机，心里觉得奇怪，主动发了一条信息：妈，你在干嘛？林大姐刚好在山上拍风景，她随手回了一张夕阳的照片，配上几个字：妈在跟朋友爬山，风景很美，你照顾好自己，不用操心我。没有抱怨，没有情绪勒索，没有那句沉重的我是为你好。后来你知道吗？那个周末，儿子自己买了车票，提着妈妈最爱吃的糕点，默默地回了家。母子俩坐在客厅看电视，虽然话不多，但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彻底消失了。各位老朋友，看到这里，你明白这第一段血脉之源的真谛了吗？你小脚趾上的裂痕，其实就是在提醒你，这辈子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让你操碎心的亲人，他们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伴侣，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他们用尽全力跟你冲撞，不是因为恨你，而是灵魂深处的契约在运作。他们在用这种痛苦的方式逼迫你放下傲慢心，逼迫你学会课题分离。你越是想控制，业障就越深，这笔债就永远还不完。只有当你彻底放下自我，卸下那个我是为你好的包袱，把他的命运还给他，把你的清净心还给自己，这段揪心的血脉之源才会真正化解，老天爷赐给你的亲情福报也才能真正在你们的家族里流动起来。各位老朋友，听完了第一段家里的血脉之源，我们接着来聊聊你这辈子注定要碰上的第二段缘分。如果你低头看看自己的小脚趾，那两半指甲的裂痕如果特别深，或者你从小到大总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波折，比别人辛苦，那你一定要把接下来这段话听进去，因为你这辈子要经历的第二段缘叫做患难之缘。我们常听老人家说，顺境里面遇不到真神明，逆境之中才看得见真菩萨。对于你们这些天生带有业力印记、重情重义的人来说，老天爷给你们安排的剧本通常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来承担大福报的。但在佛家的因果法则里，大福报降临之前必有大魔考。这红尘俗世里的五光十色、金钱名利，就是最凶狠的魔考阵地。老天爷为了考验你，有时候会故意先把你捧得高高的，让你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然后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狠狠地把你摔在地上，摔得你粉身碎骨。生活里那些突如其来的艰辛、破产、背叛、重病，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是一个清理灵魂污垢的炼炉。业障越深，打击就越多。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本地的真实故事。有位陈老板50多岁，年轻的时候靠着做建材生意发了家。陈老板的小脚趾也是标准的两半。他这个人啊，就是典型的海派，对朋友极其慷慨，只要朋友开口借钱做保，他常常连借条都不打，拍拍胸脯就答应了。那时候他身边天天围着一群称兄道弟的人，出门都是名车代步，风光得不得了。他以为这就是他人缘好，这就是他的福报。结果呢，前几年遇到大环境不好，上游厂商倒闭，
资金链瞬间断裂。陈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去找当初那些他帮过的朋友借钱周转。结果电话打过去，不是关机就是说，哎呀，我最近手头也比较紧啦。最惨的是，当初他帮忙做保的一个兄弟竟然连夜跑路了，把几千万的债务全推到了他身上。短短半年时间，陈老板的公司破产了，房子被银行查封，老婆受不了天天被讨债公司恐吓，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年冬天，陈老板一个人住在一间顶楼加盖的铁皮屋里，没有暖气，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他坐在黑暗里，看着手机里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现在却把他封锁的联系人，心里冷得像冰窖一样。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他不明白，自己明明这么善良，这么讲义气，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惩罚他？各位老朋友，你们知道陈老板当时正在经历什么吗？他正在经历佛法中最宝贵的孤独道场。当你跌落谷底，身边的人全部跑光的时候，你以为那是绝路，其实那是老天爷在帮你斩断世俗的烂桃花与孽缘。老天爷把你丢进这个孤独的炼炉里，就是要烧掉你的虚荣，烧掉你的依赖，逼着你把向外求助的心收回到自己身上。就在陈老板最绝望，甚至走到桥头，看着底下的河水，想要一跃而下，一了百了的时候，他命中注定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那天晚上，陈老板饿了2天，在街头像游魂一样走着。他闻到一阵大骨汤的香味，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简陋的面摊前。面摊的老板娘是个60多岁的阿嬷，背有点驼。他抬头看了一眼穿着破旧外套、胡子拉碴的陈老板，愣了一下，突然用不太标准的国语喊了一声：“哎呦，你是陈董吗？”陈老板吓了一跳，他现在最怕别人认出他。他赶紧低下头说：“你认错人了。”转身就要走，阿嬷却一把拉住他的袖子，眼眶都红了：“陈董，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15年前我先生得癌症在医院，我连医药费都缴不出，坐在医院走廊哭，是你刚好去探望朋友，经过看到我，塞了5万块现金给我，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我是后来问护士才打听到你的。”陈老板愣住了，15年前的5万块对当时的他来说不过就是一顿饭钱，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阿嬷硬是把陈老板拉到位置上，端上来满满一大碗热腾腾的猪脚面线，上面还加了2颗卤蛋。阿嬷抹着眼泪说：“陈董，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难关，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好人，好人是不会被天收走的。这碗面你吃下去，只要人还喘着一口气，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既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面线，听着阿嬷那句朴实的话，陈老板再也忍不住了。50多岁的大男人趴在简陋的桌子上，哭得像个孩子。那一刻，陈老板突然顿悟了，那些背叛他的朋友是来给他上课的，而这位他早就不记得的面瘫阿嬷，才是他前世今生种下的善果，是他命中注定的患难之源。跌倒了又怎样？削脚趾分半的人骨子里就带着一股韧劲。后来陈老板靠着阿嬷借给他的几万块钱，从夜市摆摊重新开始。因为他经历过生死，
放下了傲慢，不再好高骛远，生意反而做得比以前更踏实更长久。各位老朋友，如果你现在也正好处在人生的低谷，觉得生活快要撑不下去了，请你摸摸你脚上的印记，告诉自己生活艰辛非偶然，这是业力清算的过程，绊倒你的人是在帮你消业障，扶你起来的人是你自己曾经种下的福报。当你在最绝望的时候，请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人，也许是个毫不起眼的陌生人，也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在这个时候拉你一把。这段患难之缘就是为了让你浴火重生，把你淬炼成一个真正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人。各位老朋友，我们走过了血脉至亲的欢喜冤家，也熬过了跌落谷底的患难之源。现在请你再看一眼脚上那个绊撞的印记，如果说前2段缘分是老天爷为了消你的业障，扒你的一层皮，那么这命中注定的第3段缘，就是老天爷要把这世间最宝贵的礼物交到你手上。这第3段缘我们称之为点醒之缘。什么叫点醒？这段缘分往往不是来向你讨债的，也不是来给你钱财的，它可能只是你生命中一个擦肩而过的过客，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但就是这个人，这句话会在机缘成熟的那一刻，像一道劈开夜空的闪电，瞬间照亮你心里那片混沌了几十年的迷雾。我们这些小脚趾分瓣天生重情重义的人，大半辈子都有一个通病，我们太容易把别人的喜怒哀乐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们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活在好妈妈、好太太、好丈夫、好长辈的标签里，却唯独把自己给弄丢了。我们来看一位住在中部的王大姐的故事。王大姐今年快60了，小脚趾也是2瓣，她这一生就是传统女人的缩影。30多年的婚姻里，丈夫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骂人，婆家规矩多，她总是那个低声下气赔不是的人。好不容易把一双儿女拉拔长大，儿女却嫌她啰嗦，思想老派，宁愿在外面租房子也不愿回家。王大姐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买菜、煮饭、拖地，照顾一家老小。可是有一天，她突然病倒了，重感冒发高烧，全身骨头痛得像要散掉一样。她躺在床上，渴得喉咙冒烟，想叫丈夫倒杯水，结果丈夫在客厅看电视，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感冒就多睡觉啦，叫什么？叫我又不是医生。那一刻，王大姐的心彻底死了，她没有哭，也没有闹。隔天稍微退烧后，她一个人穿上外套，浑浑噩噩地搭了一班公交车，来到了一间常去的寺庙。以前她来这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跪在菩萨面前求丈夫事业顺利，求孩子平安健康。但这一次她2手空空，什么也没带，她就这么呆呆地坐在大殿外的石阶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无声无息地一直掉，一直掉。她心里一直问菩萨：我这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为什么我付出了一切，却换来这种下场？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这时候寺庙里一位负责打扫落叶的义工老阿嬷拿着扫把慢慢走了过来。阿嬷看了王大姐很久，突然停下动作，递给她一张面纸，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太，菩萨说要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你也是众生啊，你怎么舍得把所有的慈悲都给了别人，却唯独把你自己给漏掉了呢？轰的一声，王大姐抬起头，震惊地看着这位阿嬷。阿嬷笑着摇摇头，接着说：你每天给佛祖点香，求佛祖保佑这个保佑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心里的那盏灯早就被你自己给吹灭了。佛经里讲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不是让你逃避这个家，也不是让你委曲求全，你连自己都不爱，你怎么扛得起老天爷给你的天命？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王大姐瞬间醍醐灌顶，泣不成声。她突然明白，这30年来她最大的业障就是太执着于别人要怎么对我。她总是在等丈夫的一句感谢，等儿女的一句关心，等不到她就痛苦，就抱怨。这就是佛家讲的向外求。只要你还在向外求，你就是在万丈红尘的魔考里打转，永远找不到出路。这位扫地的阿嬷就是王大姐命中注定的第3个贵人，她带来了这段点醒之缘。从那天起，王大姐彻底变了一个人。她没有选择离婚，也没有离家出走，但她不再是那个卑微的王大姐了。她明白了弘一法师所说的最高的修行境界，就是平常心安住，老老实实生活中成就佛法。丈夫在发脾气乱骂人的时候，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委屈地掉眼泪，也不再跟他对骂。她知道那是丈夫自己的业障，不是她的。她学会了一招最简单也最强大的神兵利器，这也是我今天一定要教给各位老朋友的法门：摄心守正，观呼吸念佛。当生活里的烂人烂事找上门，当你觉得心脏快要爆炸，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们争辩。争辩就是动了傲慢心，动了嗔恨心。你只需要闭上嘴，把注意力收回来，放在自己的呼吸上。吸气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吸气，感受空气进入你的身体。吐气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念一句一切随缘。就这么简单，不接对方丢过来的情绪垃圾，把妄念牢牢拴在呼吸上。这就是在红尘中护持清净能量，降低业力最有效的方法。王大姐就是靠着这招，把原本乌烟瘴气的柴米油盐过成了踏踏实实的道场。她开始报名社区的瑜伽班，开始学画画。她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神奇的是，当她不再执着于控制家人，不再整天愁眉苦脸抱怨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反而慢慢变好了。丈夫看她不再搭理自己的无名火，脾气也发不起来了。儿女看到妈妈有了自己的生活，反而更愿意主动回家陪她聊天。各位老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总以为贵人是那个借钱给你的人，是那个提拔你的人，但其实这辈子你最大的贵人就是那个被点醒后的你自己。你小脚趾上的半幢甲是灵魂的契约，
他安排你经历亲情的磨难、患难的毒打，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逼出你的大智慧，逼你在这娑婆世界里觉醒。当你不再向外乞讨爱，当你能将个人的痛苦转化为包容一切的大悲心时，你就真正扛起了你的天命。烦恼即菩提，你受过的伤终将成为你身上最耀眼的光芒。各位老朋友，我们前面聊了血脉的牵绊、患难的毒打，还有那宛如闪电般的点醒之源。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有一块大石头突然落了地？其实老天爷在你小脚趾上留下这道裂痕，绝对不是为了折磨你，而是为了成就你。在命理与佛法的交集里，拥有这个半状假印记的人，灵魂里都刻着8个字：早年奔波，中年发迹。你回想一下自己这半辈子，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特别辛苦，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好处，你总是要绕好大一圈，吃尽了苦头才能拿到。为什么？因为你的福报太大了，老天爷必须先用那3段缘分来打磨你，把你的锐气、傲慢和执着全都磨平了，你才能稳稳地接住后半生的大福报。拥有这个特征的人，性格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叫做外刚内柔。你在外面，在职场上，在朋友面前，可能看起来脾气很硬，做事很有原则，甚至有时候嘴巴不饶人，但其实你的心比谁都软。别人只要跟你说几句软话，你马上就心软了。别人遇到困难，你嘴上念叨着懒得管你，身体却还是很诚实的跑去帮忙。你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宁可自己多做一点，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这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表面上竖着刺，心里却装着一尊慈悲的佛。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自己命里带着这么重的贵人缘，也经历了那些该历的劫，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化缘为福，把这些缘分转化成我们后半辈子的福报呢？今天我给大家2个最实在、最落地的建议，不花你1毛钱，但只要你照着做，你的磁场马上就会不一样。第一个建议，针对你的血脉之源，放下傲慢，疏通你的主因。我们很多老朋友跟父母或者长辈的关系一直很僵，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他们偏心，可能是因为他们脾气古怪，你心里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逢年过节回去一趟，也是说不到3句话就吵架。但是各位老朋友，从因果的角度来看，父母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如果你跟父母的能量是堵塞的，你的财运、你的健康就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主因流不到你身上。怎么化解？不用你去委曲求全，也不用你去强颜欢笑，你只需要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一句：我放下了。下次跟父辈沟通的时候，收起那种你都不懂，你又来了的防备心与傲慢心。他们唠叨，你就听着，左耳进右耳出，嘴角带着笑。当你不再跟他们起对抗的心，这段血脉的业障就消了，你们家族的福报就会源源不绝地流向你和你的子孙。第二个建议，
针对你的善缘与贵人缘，日常多行，随喜赞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赚钱了，买房了，孩子考上好学校了，心里难免会有一点点酸，觉得为什么不是我？这种微妙的嫉妒心在佛家看来是最损福报的，他会把你身边的贵人全都推开。你要学会一招最强的转运法门，叫做随喜赞叹。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你是打从心底为他高兴，真诚地称赞他。朋友升职了，你真诚地说一句，你这么努力，这是你应得的，太替你开心了。邻居的孩子出息了，你夸一句，这孩子真有福气，你们做父母的真棒。你千万别小看这几句话。当你在赞美别人的时候，你发射出去的是极度纯净善良的能量。宇宙是圆的，这股能量最终会带着更多的贵人，更多的好运，加倍的回到你身上。贵人往往就藏在你对别人真诚的称赞里。各位老朋友，我们今天聊了这大半天，从几百年前的大槐树聊到了我们身边的血脉亲情，再到跌落谷底的患难之交，以及最后那句点醒梦中人的话语。现在当你再次低头看着自己小脚趾上那道深深的裂痕，你还会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指甲吗？或者你还会为了它穿鞋不好看，偶尔会隐隐作痛而感到烦心吗？在佛法里，这道裂痕其实藏着宇宙间最深邃的智慧，那就是世间本无圆满。你看这世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这半辈子总是在追求一个圆满。我们希望婚姻完美，希望孩子听话，希望存折里的数字越来越多，最好一辈子无灾无难。但老天爷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在你身上留下了这个不圆满的印记，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执着于圆满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人生的遗憾，这才是福气真正的开始。有一位大德曾经说过，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你小脚趾上的这道裂痕，就是光照进你生命里的缝隙呀。因为有了这道裂痕，你经历了痛苦，所以你懂得慈悲。因为你吃过亏，所以你学会了包容。这三段缘分，这大半生的坎坷，其实都是前世种下的因。但各位老朋友，命运虽然给了我们这个剧本，我们却不是只能被动的挨打。福报这个东西就像银行里的存款，它是有存与取的。你命中带的贵人缘再重，如果你天天抱怨，处处算计，这个福报很快就会被你耗尽。所以大德教导我们，今生要靠戒、定、慧来护持我们的福报。什么是戒？就是管好自己的嘴，不说伤人的话，不造口业。什么是定？就是不管遇到多大的委屈，心不乱，观呼吸，稳得住。什么是慧？就是明白烦恼即菩提，把你吃过的苦转化为度化别人的慈悲。当你从单纯的信命走向了主动的修心，你才算真正拿到了这把改写命运的钥匙。各位亲爱的老朋友，岁月不饶人，一晃眼我们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回首这半生，你吃过太多别人没吃过的苦，流过太多在深夜里独自擦干的眼泪。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孤船，又累又孤单。但请你相信，佛菩萨一直都在看着你，你所受的每一次委屈，老天爷都替你记着。你对别人释放的每一分善意，宇宙都在为你积攒福报。你小脚趾上的印记，就是你这辈子来人间一趟最了不起的勋章。请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心疼自己，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因为他们是来度你的。也原谅那个曾经在红尘中迷失、执着，甚至做错过事的自己，因为那都是你灵魂成长的必经之路。用一颗温润、包容、慈悲的心去拥抱你生命中出现的每一段缘分。你的善良终将成为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的光。在佛法中有一种福报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盗不去的，那就是法布施，把因果的智慧分享给别人，把光明带给在黑暗中迷茫的人。这就是最大的慈悲，也是为你自己转化业果最关键的一步。今天我想邀请每一位看到这里脚上有着相同印记的同缘人，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小事。请你现在就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你的家人、你的儿女，或者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让他们也脱下袜子看一看，看看这份深厚的贵人缘是不是也在你们的家族血脉中传承，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正经历着这3段注定躲不掉的缘分。最后，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在底下的评论区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善言，或者为你牵挂的人留下一句祈福。你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也可以写下愿一切善缘皆能圆满。阿弥陀佛。让我们把这几千条几万条的善言善语汇聚成一个强大无比的正向磁场。当你留下这份祝福的同时，你也正在为自己种下无量的福田。相聚即是缘分。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这壶茶、这番话为您带来了一点点温暖与启发，诚挚地邀请您点下关注与订阅。这不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能让这份善缘与因果智慧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陪伴您走过人生的每一段风景。感谢你的聆听，愿这大槐树下的印记护佑你后半生岁月静好，喜乐平安。我们下期再见。